恰恰是因为这个，让我把自己的思想上的一些不好展示给了大家。我应该跟大家道歉，也跟我自己道歉，是不对的。哎，大家伙早喽！10月8号星期五清晨，明天周末了，给大家看日出，看这片水，安静的水。一会儿再跟大家聊天。哎，小伙伴们，今天没有边跑边跟大家聊，因为6点25约了一位观众在大本城见面，然后跑了跑步，聊了聊天。那小伙挺带劲的，小伙刚跑1年，而且说之前200多斤，然后现在半马1小时24，然后15公里可以进1小时了，特别了不起。今天正好这个话题，我也觉得适合面对面跟大家这么聊。有一位小伙伴给我发评论，老观众说，听博哥是不是最近又紧张了？好像跟大阪马拉松之前一样。我突然一下觉得击中我了，我觉得这样不对。就是我的心态是什么？我跟大家这样说啊，我觉得屏幕前的各位对我都非常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来说啊，特别好的一面是各位在激励我，让我更加努力，让我把这些事情都能做好。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越是这样，在我比方说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或者是快要比赛的时候，我会比较的焦虑和紧张，会觉得不想让大家看到我有的时候做不好。这是真心话，但是他击中我的原因是，恰恰是因为这个，让我把自己的思想上的一些不好展示给了大家，可能给大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所以这点我应该跟大家道歉，也跟我自己道歉，是不对的。同时呢，还有另外几位小伙伴的评论给了我一些启发，很大的启发。那首先第一个是我突然想起来，今年其实就是今年初大阪马拉松赛后我说的一句话，我要能找到，我在这儿放给大家，行吧？40岁之前的全程马拉松就到这儿。我想的是，就像昨天直播说的摸篮板那事儿，小时候老想够到，总够不到，等1年2年，也许篮板就变矮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吧，就这样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说的是就这样吧，40岁之前就这样吧。因为今年的大阪马拉松就让我其实我准备的很辛苦。为什么我总跟大家说我可能好像摸到天花板了？就是因为我确实觉得我的训练还有很多可以再努力一把的地方，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我真心做不到了，就是有一点点做不到了，并不是说完全。就比方说最近我会在周3练完之后的周4，像那天就是加一个，我周4又跑了一个30个1分钟的快慢，很大强度，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强度还不够。这是我对我训练的反思，就是我会总会复盘我的训练，复盘我的各种的训练中的表现。我发现从2001年到现在，我的训练成绩其实变化也不大，这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还有一位小伙伴的评论也说的特别中肯，他说你可以看看现在你吃饭，如果说什么都不考虑就多吃，还能不能吃那么多？我的判断是好像差一点了。他说如果不能，可能就是恢复能力有点下降。恢复能力其实也是训练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年冬训的课题。对，昨天立冬来要开始冬训了，是不是？今年冬训的课题就是能吃能练，不能认怂。就像为什么昨天跟大和源先生聊完，我特别有精神呢？就是因为我昨天
鼓励他，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什么55一个样，60一个样这些，不要去想这些。我现在也一样，这是我的一个点。所以呢，对于这周末还有未来的比赛，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当时说40岁之前就这样吧，那是我当时的真心话。跑完马拉松的前10秒说出来的话就是真心话，就是我的判断是我可能需要沉淀一下。那么就不给自己，第一不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第二呢，为了屏幕前的各位，为了我这个频道让大家看上去就不像有时候生活中的我其实是个挺沉闷的人，是个有点不那么积极的人，真心话，因为我考虑东西都太理智，这点不好。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梦想家的样子。对，我要为了我们的这个频道，为了屏幕前的各位，为了我自己，为了支持我的家人、朋友、亲人，把这点做得更好，让比赛变成一种享受。对，因为中签时候是快乐的，那为什么要比赛的时候就焦虑呢？是不是？不焦虑。然后马拉松这事儿也是，还有一个小伙伴说的特别对，他给了中肯的建议，就是关于比赛策略。因为咱们频道中有好多特别厉害，比我厉害的多的小伙伴，237的、236的、238的，就说你可以考虑前面快一点。我得把这吸上，我这举不动了。他说你可以考虑前面快一点，如果按照我，他说你就是我1小时16的半马水平的话，可以考虑按照3分41、3分42去跑前半程，这样你过半程的时候是18分钟，领先了2分钟。如果你保持这个配速，全程是4分钟，所以后面有调速的空间和调整的空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任何冲击了最好成绩的比赛没有不调速的，对，只不过上一场的大阪马拉松，起跑那几公里，那我都有完整的记录，那几公里确实是跑不开，耽误了，因为慢耽误了40多秒，因为绕路多跑了，最后我的手表记录是多跑了500米，我的判断可能是真实下是多跑了300米，耗在前面的可能有将近200米，那这加起来差不多就是80秒。我的大阪马拉松是2小时41分58，所以就是后边追的感觉不好。不要到就这最近2次的不成功，一次大阪，一次那年的北京，都是到28公里的时候发现我好像后边还要顶住，还要追一点才行，那种心态不好，而是说顶到那个时候发现后边我们多顶1公里就是赚的，多顶1公里就是赚的才好。不过这都不重要，就是我觉得今年的大阪马拉松跑完以后，我就觉得再给我一个夏天的训练，可能还不够，不会有本质的提升，所以我就想这次的目标就是神户的前200名，明年拿一个专属的号码。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今年在努力奋斗，能够上每年1次的杂志，日本这边的杂志，就像今年初我上的那个，就是他每一个年龄，不是年龄组，每一个年龄的前100名，就是今年在日本本土的比赛有记录的，我能在明年我就是40岁那一年，39岁，对，看看能不能，不知道明年是过算，明年也是39岁，对，今年是38岁，因为你每年竞争的都是那些人，因为大家也都长1岁，今年我是第92名，明年看看我能不能再提升一点。今年的好成绩是大阪马拉松创造的，不知道明年是什么时候。那行吧，今天这期对我意义重大，我已经连着3天2天半没有在午餐晚餐吃碳水了，就开始在控制了。我觉得该做的就做，尽人事听天命。从明天开始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准备比赛的我，好吗？这2天输出的一些不好的，其实我也没有太故意，都是被动的不自觉的输出的一些不好的情绪，给大家抱歉，大家多见谅，因为生活工作都不易，就别再听我这儿唠叨了，对不对？咱们都积极开心一点。我觉得大家每天陪伴我训练，也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积极的向前看。
好吗？我们还是积极的向前看。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是第4个训练日，应该回评论。如果明天我跑那个强度的10公里，就跑完咱们再聊；如果不跑，咱们就比赛的时候，就跑训练的时候再聊。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依旧会跟大家在直播间见。那我们明天再见。